女儿带着男友回国这天，给我带了高端进口保健品，可我却发现那是还在试药阶段的半成品。梦梦，你们回来了，快，妈做了一桌子你最爱吃的菜。妈，你身上油烟味怎么这么重啊？阿姨好，梦梦路上还一直念叨您做的菜呢。陆景是吧？来来来，快坐。亲生女儿走失后，是梦梦陪我熬过了最黑暗的日子。我辞掉了研究所的工作，全心全意把她养大。她出国后越来越忙，连谈恋爱都是最后一个告诉我。在国外还习惯吗？他对你好吗？挺好的，别问了。妈，你这些年也不容易，这是陆景公司最新研发的养生品，专门给你带的。哎呀，人回来就好，买这么贵的东西干什么？阿姨，您这些年把梦梦养大也不容易，别看这东西小，一盒就要好几万块呢，市面上根本买不到。好，妈收下了。你们有这份心，妈比吃什么都甜。妈，这东西你可别送人，每天必须按时吃，一粒都不能落，对身体特别好。哎，好，妈记住了，我这就拿回房间放好。没有正规备案批号，没有临床检测标值，甚至还有3种神经毒性试验成分，这根本不是保健品，这是还未上市的半成品。梦梦一定是被骗了，花几万块钱买这种半成品，幸亏我懂这些，不然吃出大问题怎么办？不行，我得去问问清楚。怎么去了这么久？你妈不会看出什么问题吧？应该不会吧？她就是个退休的家庭主妇，连完整的英文句子都看不懂，哪能认出这些化学名称啊？那就好，只要她吃满1个疗程没出大问题，这批药的人体试验数据就齐了，到时候公司那边一审核，我就能直接升研发总监。可是陆景，万一真的出事了怎么办？他毕竟养了我20年啊！傻瓜，我怎么会害你呢？这药是我亲自调整的剂量，最多就是头晕恶心，绝对出不了人命。再说了，这可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啊！只要产品成功上市，公司承诺的5000万研发奖金都是我们的。到时候咱们看中的那套江景大平品，直接全款拿下做婚房。对，你是名牌大学的医学博士，肯定不会错的，我信你。原来不是被骗，他什么都知道。20年的养育之恩，在5000万和一套房子面前，就这么一文不值。我掏心掏肺养大的女儿，竟然要拿我当他换新房的小白鼠。妈，你怎么走路都没声啊？妈，我不是说了让你放好吗？这一小瓶就好几千块钱，摔坏了怎么办？阿姨，您别介意，梦梦她就是心直口快，其实她心里一直都挂念着您呢。我过来就是想问问你们，这保健品到底是在哪儿买的？效果这么好，我也想给老姐妹们推荐推荐。就国外的高端私人专柜啊，国内买不到的。是吗？那可太好了。我刚才在房间里已经先吃了3颗了，不过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吃完没多久就有点头晕心慌，手脚还发麻。陆景，你是学医的，你说说看，这药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吧？头晕不可能啊，这都是纯天然的养生成分，温和的很。我反复检。妈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肯定是你晚上做饭累着了，跟药有什么关系？陆景是留洋回来的医学博士，他研发的东西能有问题？你再吃几天就好了，正好治治你这疑神疑鬼的毛病。20年啊，我放弃了一切把你养大，你却为了一个认识到1年的男人，把我当成试验品。出了事，第一反应不是关心我，而是维护他。在你心里，我这个养母连他的一句谎话都不如。林梦，你真把我当傻子吗？这药根本没有国药准治，没有临床报告，连成分都标不全，它就是个还在人体试验阶段的半成品。你明知道这些还逼着我吃，你是想让我死吗？你懂什么？陆景说了，这是最先进的配方，只是还没来得及走流程而已。你一个天天围着灶台转的家庭妇女，懂什么医学研发？除了买菜做饭，你还会什么？凭什么质疑陆景的专业？家庭妇女，原来在你眼里，我就是这样一个人。你不知道，20年前我是沈昭院士，
是国内药理学领域的领军人物。为了给你一个完整的家，我才辞掉所有职务，隐姓埋名做了20年的家庭主妇。我所有的牺牲，在你看来，竟然只是一无是处。好，既然你这么相信他的专业能力，那你现在当着我的面把这些吃下去。你疯了！我才不吃这种贵东西！你自己都不敢吃，却毫不犹豫地拿来给我吃。在你的眼里，我这个养母的命就这么不值钱是吗？我是你女儿，还能害你不成？陆景都跟我再三保证过了，绝对安全。这点小事你至于吗？不就让你试吃几片调理身体的药吗？你至于小题大做，搞得像我要伤害你一样吗？你从来都是这样，一点小事就无限放大，天天唠唠叨叨，管东管西，别人的爸妈都恨不得把心掏出来支持孩子，就你什么都不懂，还爱瞎反对。别人爸妈给女儿买房买车，零花钱随便花，你呢？要本事没本事，要钱没钱。我当初要是跟我爸走，现在早就过上好日子了，还用得着在这受你的气？这些年，我一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，砸锅卖铁供你出国留学。你那个抛妻弃女的爸，1分钱抚养费都没给过，但在你眼里，我竟然是没用。你就是这么想我的？妈，你就配合一下怎么了？不就是吃几个月药吗？等产品上市，我们就能拿到5000万奖金。到时候我跟陆景结婚，住江景大平层，还能顺便拉你一把。我这是带着全家奔好日子，你怎么就这么不识好歹？这药的核心成分连动物实验都没做完，神经毒性未知，肝肾损伤风险极高，吃死人都是有可能的，你知道吗？别危言耸听了，你又不是没吃过，真要有事儿，你现在还能站在这儿跟我大喊大叫？你刚才说什么？就半个月前，我把你一直在吃的降压药换成了陆景研发的这款实验品。你看，这大半个月你好好的，根本没出什么大事。普通降压药只能治标，陆京的产品能从根源调理身体。我这是特意帮你换的，是为了你身体彻底好转。你怎么就是不明白？我一直以为那次突发严重过敏险些休克只是一场意外。哎呦，老沈啊，你可吓死我了！医生说差点就休克没命了，幸亏我碰巧去你家借酱油，不然你这人就没了。没想到差点要了我命的，竟然是我亲手养大的女儿。她被人哄骗，亲手将我推向险境，还自以为全是为了我。滚！你们2个畜生，给我滚出去！凭什么我们走？我只是帮你调理身体，又没做错什么，你至于闹成这样吗？再说这套房子，你早就说过以后留给我，这是我的家，该走的是你。明明是你不讲理，故意为难我们。是啊，阿姨，您真的误会了。等这次试药数据出来，我升职拿了奖金，就能给梦梦更好的生活。以后我们2个一块给您养老，您会准女婿牺牲一下怎么了？就是，你可想好了，你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，真把我惹急了，等你老了，我可不管你。为准女婿牺牲，我的命在他们眼里甚至不如一套房子、一笔奖金。妈，你又开始了，每次一有什么事就心口疼，显得我多不孝顺一样。从小到大，你拿这招拿捏我多少次了？有意思吗？况且在吃这个新型药期间是不能吃其他药的，万一有对冲风险，对您身体有影响怎么办？这就是我放弃事业、倾尽所有、疼了20年的女儿。以后就当我没你这个女儿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为了这点小事要跟我断绝关系？别管他，过几天他肯定求着我回来，不就是让他帮点小忙试个药，至于吗？怪不得我爸跟他离婚，你看他哪点比得上李阿姨，整天穿得又老又土，跟我一块都嫌丢人。别气了，阿姨就是一时想不开，等她吃苦了，自然会明白你的苦心。沈医生，你可是有望成为最年轻的院士啊！现在辞职太可惜了。妈妈，你快点，我要玩这个。事业上升期时，我为了更好照顾你，选择辞职在家，不想让你没了父爱，又缺少母亲的陪伴。为了你，我放弃了我的事业，我的理想，我的一切。
我以为我给了你全世界最好的爱，却没想到这竟然成了你伤害我的武器。20年的养育之恩，20年的母女情分，今天彻底断了。姑姑婶婶们，你们给我评评理！我专门从国外带回来几万块的保健品给我妈，她不仅不领情，还跟我大吵一架，现在闹着离家出走了。梦梦别难过，你妈就是好日子过惯了，不知好歹。沈昭也真是的，这么大年纪了还跟孩子置气，也不嫌丢人。这些钱就当是你不配合试药给我男朋友的损失费。先是偷换降压药，又是拿我当实验品，现在连我的养老本都要全部掏空，我还不能就这么死了，便宜了这个畜生。看来只能找10几年前我在手术台上拯救过的病人，如今已是掌握全国经济命脉的顶级财阀掌权人。沈恩人，真的是您？你好，我是沈昭，方便见一面吗？您稍等，我马上让人去接您。沈女士，我家先生在云顶博悦包厢等您。您请进。你呀，穿成这样了，怎么被赶出来？能在云顶博悦吃饭的，哪个不是大人物？你瞎了吗？没看刚才他坐的车，那可是有周家的标志。周家就是那个顶级财阀世家，掌握了全国经济命脉的家族。天啊，他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沈医生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与10几年前的青涩相比，你更显成熟稳重了。周先生，我想请你帮我查一个人，还有这瓶药里面的药物成分，我需要最权威的实验室出具详细的检测报告。您放心，我立刻去办。把这个拿去顶级实验室，半小时内我要看到完整的报告和这个男人的全部背景资料。是，周总。A 大医学系毕业，出国留学过一段时间，目前在一家药企工作。云深科技，真是巧了。云深科技，真是巧了。这可是我学生开的公司。那时候，我见她一个孤女被亲戚逼迫着卖给老男人赚彩礼，随手将她救下。觉得跟他有缘，便资助他上学。后来他创立云深科技，我还参与了投资，是公司的大股东。简直是胡闹！这里面的好几样药品成分都严重超标，短期内吃了会给人一种见效快的假象，但长期服用对人体的脏器损伤是不可逆的。正规的保健品讲究温和有度，像这样猛料堆砌哪里是养生，分明是在透支健康，草菅人命。沈医生，您的学生绝不会允许底下人拿半成品害人，这肯定是这个陆警为了晋升自作主张瞒报了数据。要不要我直接把人处理？不用你出手。下周云深科技药企的新品发布会，我要亲自参加。我要在他们最得意的时候，亲手撕下他们的伪装。这款产品经过我们专业团队的无数次实验，成效十分显著，特别是对中老年人来说，能彻底改善睡眠，完美调养身体。这一点，我女朋友的妈妈亲自试验过，绝无虚言。对啊，我妈已经连续吃半个月了，现在身体越来越好，简直像年轻了10岁。大家放心买，绝对没有任何副作用。云深科技出品必属精品，团订100盒，给我留50盒。各位来宾请安静，接下来有请本场发布会的特邀顶级贵哥上台致辞。听到了吗？是沈院士，传说中的那个医学神，多少人砸几千万都见不到一面，竟然来参加我的发布会。只要能得到他的一句认可，我以后就是国内医药界的顶尖人物了。只要陆锦能跟沈院士搭上线，以后就能平步青云，我也能跟着当阔太太了。是沈院士，真的是沈昭院士，他隐退20年，竟然真的复出了，他竟然真的来了，我之前没听到一点风声。云深科技能请到这尊大神，这次真是赚大发了。
沈院士好。怎么会是他？这不可能！我妈她怎么可能是沈院士？这绝不可能！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别在这里添乱。怎么，我不能来？你男朋友的新品发布会这么重要的场合，我怎么能不来见证一下？你非要毁掉陆景的前程吗？我好不容易等到他升职，你能不能体谅体谅我？想让我以后没有归宿吗？赶紧回家去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。各位不好意思，一点小插曲。你们怎么干活的？随便什么人都放进来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家，我妈她精神有点问题，老爱乱跑。你们认错人了，她就是个在家里做饭的家庭主妇，根本不是什么沈院士。保安，赶紧把人带下去！这就急了，这么急着赶我走，是怕我把你们拿真人试药的事儿说出来？试药，这位女士，请问您说的试药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云深科技的产品没有经过正规的临床试验？刚才林梦说他妈是家庭主妇，如果没参与，怎么会知道试药的内幕？难道试药的人就是他？这也太可怕了吧！正规产品有必要藏着掖着吗？他们刚才那么急着赶人，肯定心里有鬼。这真是沈院士的女儿吗？怎么会有人连自己亲妈的身份都不知道？你们别听一个疯婆子胡言乱语！保安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保安，赶紧把他嘴堵上，拖出去！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你来干什么？你是想故意毁了我吗？有你这种妈，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！当初怎么就让你领养了我？20年的心血，到头来只换来一句倒了8辈子霉。我竟然为了这种白眼狼，放弃了自己的事业。你要是还想让我认你这个妈，现在就把这一切揽在自己身上，赶紧跟所有人解释，说这款产品没有任何问题。妈，您就别闹了，您平时在家里犯病就算了，今天这事儿关乎我和梦梦的未来，您认个错，大家也不会和您一个病人计较。道歉，该跪下道歉的是你们。今天我来这里不为别的，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让大家清清楚楚的看看，这款被他们吹得神乎其神的养生产品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大家看这几个成分指标，人参膏苷和冬虫夏草提取物的比例严重失衡，重金属含量超标整整3倍。这种东西吃下去，不但不能养生，反而会严重刺激脾胃。长期服用，轻则体虚伤神，重则不可逆转的损伤肝肾机弄。重金属超标3倍，这是毒药吧？另外，这款产品根本就没有经过质检，属于半成品。在这种产品安全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，你们还敢拿真人试药，这简直就是在草菅人命，公然违法！居然是没经过临床试验的半成品，就这也敢上市，还夸得天花乱坠，你们这是在拿人命开玩笑！管他超不超标，只要吃不死人，这笔钱我就赚定了。你们别听他乱说，他根本就不懂医理。我的产品绝对没问题，那些报告都是他伪造的。大家冷静一下，听我说，我妈她最近压力大，精神一直恍惚，她说的话根本不可信。林梦，为了这个黑心男友的事业，你甚至不惜当众贬低污蔑养母。而且，她就是一个大字都不识几个的家庭妇女，平时连说明书都看不懂。这 U 盘指不顿是哪个商业竞争对手给她，故意让她来捣乱的。难道真的是商业间谍派来捣乱的？看他这打扮，确实不像是什么医学专家呀。妈，你闹够了没有？还不快下来！难道非要保安来把你带走，你才肯罢休吗？你今天要是搞砸了陆景的心血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，就当没你这个妈。阿姨，我知道您一直觉得我穷，配不上梦梦，但您也不能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回我啊！您赶紧回家去吧，今天的事儿我大度，就不追究您的法律责任了。
你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。林梦，你是不是忘了，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谁给你的？陆景，从这一刻起，你被解雇了。云深科技绝对不需要你这种草菅人命的黑心员工。我们做出的每一个产品都要对消费者负责，对公司负责，绝不容许任何人为了私利玷污云深的招牌。解雇我？你凭什么解雇我？你有什么权利？不过就是一个只会洗衣做发的老太婆，真以为10几个字拿个假报告就能来对我指手画脚了？老太婆，你今天破坏了我的发布会，损害了公司名誉，我们公司绝不会放过你。老板，有人在我的新品发布会上搞破坏，还恶意抹黑我们公司的形象。对，这件事性质非常恶劣，已经牵连到整个公司了，甚至严重影响了我们的股价预期，请您立刻过来主持公道。老太婆，等我们老板来了，事情就不是你跪在地上磕头求饶能解决的了。到时候被我们公司起诉，你就等着吃一辈子牢饭吧。妈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这都是你自找的。你非要跑到这种高端场合来闹，到时候你真坐牢了，我也帮不了你。过了今天，你就当没我这个女儿。我林梦也没你这么丢脸的妈。妈，你对我最好了。等我以后赚了大钱，天天给你买燕窝，让你住大别墅。果然，有些白眼狼是永远也养不熟的。以前要靠我养着时，还能在我面前装装乖，现在拿到了钱和房子，连装都懒得装了。好啊，那就等，让你们老板亲自来说说，这公司到底是谁做主。你看这位老太太，像不像传说中那位早就退隐的医学太刀？嘘，别出声！你没看连医学会的刘会长都不敢说话吗？咱们今天可能要见证大新闻了。沈总，您可算来了。沈总，就是这个不知死活的老太婆，她不仅在发布会上公然污蔑我的产品有问题，更是故意损坏我们云深科技的名誉，简直罪不可恕。老师，是学生无能，辜负了您的期待。老师，要不是我这阵子一直在外地出差，没管理好公司下属，也不会发生这种丑事。快起来吧，这不怪你。要怪，也只能怪有些人太过贪婪，为了钱，什么丧尽天良的事儿都能干得出来。这几年我隐退不在，你一个人挑起这副担子，把云深科技做得很好，你没有让我失望。沈总，你们……陆锦，你被解雇了。不，沈总，您听我解释，这都是误会。另外，关于你私自违法用药、造假核心数据的事，我会让公司法务部全面介入。你不仅要卷铺盖走人，还要准备好面临巨额赔偿和刑事诉讼。我的律师团队会立刻联系你。沈总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我这都是为了公司的利润啊！我没有私心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沈院士，请问您这次出席云深的活动是打算正式结束隐退，重新出山领导医学界了吗？请问刚才在台上大放厥词指责您的那个年轻女人，真的是您的亲生女儿吗？她为什么完全没有继承到您的医，反而帮着外人来对付您？关于陆锦违规吃药这件事，内幕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能展开跟大众详细讲讲吗？请让一让，保持秩序。
我们的技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。你既然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的身份？你要是早跟我说了你这么有钱有势，哪还会有今天这么多破事儿？放手！我不放，你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。我说过，我没有你这个女儿。妈，你难道真要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就狠心跟我断绝关系吗？你只有我这一个女儿，没了我，以后你老了瘫在床上，谁来孝敬你？谁给你送终？我们现在已经没关系，你是听不懂吗？还有陆景，陆景可是你未来的亲女婿啊！你难道真的忍心看着他前途尽毁去坐牢吗？妈，你这么厉害，陆景升职加薪，不就是你一句话的事儿吗？你就帮帮他呗。原先我怎么没发现他这么虚伪？说了，之前你一直隐瞒真实身份，明明这么有钱，还让我陪你过了10几年抠抠搜搜的苦日子，这笔账我都不跟你算了。现在我可是怀孕了，马上就要跟陆景结婚了，你作为亲外婆，不得替我和你未来的亲外孙着想吗？妈，你就我这一个孩子，你的钱不给我还能给谁呀？原来这就是他有恃无恐的原因，因为知道我就他一个女儿，所有的财产注定是他的，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作践我的一片真心。林梦，我虽然年纪大了，但我脑子不傻。以前我掏心掏肺对你的那些好，就当是为了狗。妈，你说什么气话呢？没开玩笑。从今以后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就当我沈昭这辈子从没收养过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儿。妈，不要！妈，开车。喂，王律师，帮我修改遗嘱，把我名下的所有资产重新分配，将林梦的名字彻底抹除。另外，走法律程序，收回我名下给他赞助的那套市中心公寓，还有他名下开的那辆车，也一并强制收回。他居然把我拉黑了！这老太婆疯了吗？你到底能不能行？连个大字不识的老太婆都搞不定，我的事业都要被你毁了。景哥哥，你别生气，他就是一时气话。我是他唯一的女儿，他的钱迟早是我们的。肯定是他后悔了，自己找上门求我回去了。你们是谁啊？林梦女士是吧？我是受沈昭女士委托的资产管理人员。沈女士已经正式走完程序，收回这套公寓的居住权。胡说八道！这是我家，我凭什么搬出去？沈女士是这套公寓的全款出资人，完全拥有对房子的支配权。我妈把房子给了我，就是我的，你们凭什么收回？我不搬！你们这是私闯民宅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报警？请便。到时候警察来了，也是协助我们依法清退。限你们2天内尽快搬出去。你们敢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景哥哥怎么办啊？我妈这次是真生气了，我名下的卡都被停了。怕什么？瞧你这点出息，就算你是被领养的，在法律上你也是她唯一的直系亲属。她再怎么防着我们，将来这钱还不是要落到我们手里？可是我们现在连住的地方都要没有了。你是不是傻？你不是还有你那个亲爸吗？大不了我们去投奔他呀。对啊，我怎么把我爸给忘了？我爸也是开公司的大老板，肯定不缺钱，而且他可是我的亲生父亲，血浓于水，他肯定特别疼我，绝对不像沈昭那个老太婆这么斤斤计较。本来我爸当年忽悠他一起领养我，就是为了让我名正言顺地继承他的一切，没想到他这么阴险，居然还藏着掖着留了这么一手。可不是嘛，隐瞒这么厉害的背景，不就是防着你，怕你花他的钱吗？他那个亲生女儿丢了那么久，说不定早就死在哪个臭水沟里了。
他现在再不掏心掏肺的对我好，我倒要看看，指望以后谁给他养老送终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赶紧把之前的东西都带上，我们现在就去投奔你爸。沈昭，赶紧给我滚出来！别躲在里面当缩头乌龟！当年离婚，你死乞白赖抢走了女儿的抚养权，结果你就是这么对她的。梦梦在你们家不知道受了多少非人的不公，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这不是沈教授的前夫吗？怎么又来闹了？作孽呀！听说沈教授把养女赶出来了，难道真有什么内情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让梦梦净身出户，我这当亲爹的能不管吗？我可以大发慈悲替你养这个女儿，但是你必须出钱。对，我爸现在的公司资金周转不开，你必须给钱补偿我。我听梦梦说了，你现在是那个什么云深科技的幕后大股东。既然这样，你马上把你的股份无偿转一半到我的名下。一半股份？这人想钱想疯了吧？只要你把股份转给我，再给个几千万的抚养费，以后我跟女儿绝对再也不会来找你的麻烦。怎么样？很划算吧？这就是我曾经瞎了眼嫁过的男人，这就是我全心全意养了20年的女儿，真是一对令人作呕的极品。爸说的对，妈，那云深科技的钱本来就是咱们家的，是大家的共同财产，你不能这么自私的一个人全占了，以后你老了瘫了，还不是要靠我给你养老送终？现在提前把钱交给我保管，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要不是你故意装穷，我早就过上富二代的日子了，还用得着跟着你吃了20年的苦吗？我让他吃苦，为了给他治病，为了不让他受委屈，我放弃了如日中天的学术地位，选择隐退。平常连一件好衣服都舍不得买，到头来一切都成了我的错。这钱是我在手术台上站了无数个日夜，熬了无数个通宵挣来的。我把你养到这么大，供你吃，供你穿，我沈昭对你仁至义尽，你们休想从我这里再拿走1毛钱。跟你废什么话？老子自己进去拿。爸，我找到了，是黑卡。哈哈哈哈！我就说这老太婆肯定藏着钱，到时候咱们随便刷。现在这钱还不是到了老子手里？梦梦，我们走。哈哈哈哈！老师，您怎么了？燕昭，救救我！老师，你终于醒了，你吓死我了！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胸口还闷吗？我倾尽20年心血养大的女儿，在我心脏病发时冷眼旁观，而我当初随手资助的学生，却在这里守了我整整1夜。要是我的囡囡还活着，长大了应该也会像燕州这样漂亮能干吧。老师，您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痛？放心，我没事。燕州，你有话想对我说？老师，林梦和林志勇根本不在乎您的死活。昨天您抢救的时候，我派人去彻底查了林志勇的底细。我查到，林梦根本不是孤儿，她是林志勇跟当年那个小三的亲生女儿。当年他出轨后，故意设下圈套，用假身份掩饰，引导您去领养了林梦。老师，您别激动。难怪那个自私重利的男人当初会提议领养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，原来他们本来就是父女。我竟因为前夫跟小三的女儿，放弃了我的事业，隐退了20年，真是全天下最可笑的笑话。老师，你打算怎么处置他们？王律师，马上帮我拟定一份断亲协议，越快越好。我要从法律上彻底抹除和林梦的关系。好的，沈总，我立刻去办。燕州，帮我报警，就说有人入室抢劫，我的银行卡丢失。明白，老师，我马上处理。林志勇，把你抢走的卡还回来。
我已经报警了。不就是一张破卡，值得报警吗？我是绝对不会还回去的。那张卡我已经给了女儿，她可是你的合法亲属。爸，你跟这老太婆废什么话？我作为她唯一养女，以后是要继承遗产的，哪还用跟她浪费口舌？哦，是吗？林梦，真的是我的女儿吗？把我们收集到的所有证据交给王律师，起诉林志勇，同时正式进入断亲法律程序。既然他们不识好歹，我也不用再留情面了，我这就去办。老师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不下来，慢慢说。您快看热搜，网上突然铺天盖地全是您的黑料，说您当年治死了人。这些人听风就是雨，您医术那么高明，怎么可能会出医疗事故？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诽谤！老师，现在底下全是被煽动来的媒体和网红，这肯定有人在背后做局。老师，我安排安保车队，现在就护送您离开这里。不，我不走。老师，现在外面很危险。你去帮我找一个人，只有他能彻底砸烂这场阴谋。找谁？当年的证人。证人？老师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网上说的那些……网上的爆料一半真一半假，确实有一场医疗事故，但主刀医生不是我，是林志勇。当初我和林志勇在同一家医院上班，婚后几年，我发现他出轨了。那段时间，我们的关系已经趋近崩溃。更让我崩溃的是，我的囡囡也是在那个时候走失的。林志勇为了评职称抢功劳，趁我不在，擅作主张去给一位重症病人做高难度的截肢手术，手术严重失误，引发大出血。他闯了祸，就把所有责任推到我头上，对外宣称病人一直是由我负责，肯定是我的治疗方案出了差错。后来是我接手了那个烂摊子，在手术台上抢救了1天1夜，才硬生生把人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林志勇这个畜生，自己害了人还要栽赃给您。人虽然救回来了，但因为林志勇的失误，病人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。为了得到更好的照料，我将他安排去了国外治疗。这件事如果曝光，对医院的名声是毁灭性的打击，所以知道内幕的只有当时医院的几个高层领导。经过那件事，林志勇被医院内部开除，我也跟他顺利离了婚。但因为消息封锁，外界那些不知离情的人都以为那个患者早已经死在了手术台上。难怪林志勇这是看您断了林梦的前路，故意拿这件陈年旧事来报复您。没错，现在过了这么多年，这笔旧账又被翻出来，还一口咬定是我的责任，这背后绝对少不了林梦和陆景的推波助澜，为的就是逼迫我交出财产。他们做梦！老师，那个患者现在在哪里？这些年他一直待在国外我朋友名下的医疗机构里休养，最近刚好回国休养。燕州，这件事交给你，现在去把那个人给我带来。您放心，我亲自去接人。去吧。前门已经被媒体彻底堵死，车辆无法通行，请沈总从后门撤离。走。沈昭女士，关于网上指控您当年手术失误导致患者死亡的事，您有什么想解释的吗？住口！不要靠近！大家快看，就是他，当年就是他做的手术。天哪，这医生看着慈眉善目的，居然治死过人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好了，大家也都别太激动了，毕竟人死不能复生，你们就算把他打死也无济于事啊。只要他愿意给出足够的赔偿，这事儿不就能翻篇了吗？沈昭，只要你现在点个头，答应把名下的所有财产和云深科技的股份全部无偿转移给我们，今天这事儿我就帮你澄清。不然的话，你这前几十年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医学泰斗荣誉和风光，今天可就彻底没了，一辈子只能活在唾骂中。你自己掂量掂量吧。是啊，妈，爸说的对，你何必为了点钱在这里死硬扛着受罪呢？20年倾注的全部心血，
终究是养出了一条反咬一口的毒蛇。事到如今，他们居然还以为能用这些烂伎俩拿捏我。即使曾作为家人共同生活了那么多年，看来你们也还是一点都不了解我。你什么意思？装什么清高？我做事只凭本心，我做的每一台手术，挽救的每一条生命，都问心无愧。你们休想用这种卑劣的手段威胁我交出哪怕1分钱。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给我继续闹！今天不把他扒层皮，谁也别想走！老师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燕州，你来的刚刚好。他们根本就不是我的家属，我压根就不认识这群地痞流氓。警察同志，我当年只是转院去国外接受治疗了，根本就没死。到底是谁搞的鬼，想要诬陷沈医生？你怎么可能没死？这不可能！当年明明……完了，彻底完了！怎么会这样？全部带回警局接受审问。抱歉啊，沈医生，因为我当年的事儿被人翻出来做文章，给你们娘俩添了这么大的麻烦，差点害了您。娘俩？哈哈哈，对呀，这不就是囡囡吗？哎呦，当年的那个小丫头，如今都长这么大了，真是女大18变啊！老李，你真的认错了，她不是囡囡。怎么可能不是呢？沈医生，我看你们俩长得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呀！不光是这长相，就连这举手投捕的气质，说话的方式和神态，简直一模一样，怎么可能不是囡囡呢？我曾经询问过燕州的身世，也亲眼看到他曾被养父母无情的抛弃、谩骂。纵使在平时的相处中，我总是恍惚能在他身上看到囡囡小时候的影子。别找了，囡囡已经掉进河里冲走了。燕州，老师，您说，当初抛弃你的那一对父母，他们真的是你的亲生父母吗？老师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他们对我非打即骂，从来没有给过我一丝作为父母的温暖。燕州，虽然当年林志勇残忍地告诉我的囡囡已经去世了，但我这些年总是忍不住的在深夜里疯狂幻想，万一我的囡囡还在这个世界上某个角落活着呢？你就当是断了老师这20多年的一个虚无缥缈的念想吧，跟老师去做一个亲子鉴定，好吗？好，老师，我陪您做。沈昭，佳琪的亲子鉴定报告出来了。如果结果不是，我又该如何去承受这再一次足以将我摧毁的绝望？不管结果如何，原来我的囡囡竟然一直都在我的身边。囡囡，是妈妈，妈妈终于找到你了。我的养父母，他们一直告诉我，我是被亲生父母抛弃的。所以我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个累赘，不敢奢望自己能拥有真正的亲情。您知道吗？以前我真的很羡慕林梦，因为她有一个很爱她的妈妈，可是她却偏偏不知道珍惜。那时候我就在心里偷偷的想，要是您能是我的亲生妈妈，那该有多好啊！现在这个遥不可及的愿望居然真的实现了。妈，只要您在断亲书上签了字，
公关部立刻全网发布，法务部也会同步跟进解除收养关系的法律程序。发吧，这20年的荒唐也该画上句号了。你以为发个声明就能甩掉我？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被关了半个月，还是学不乖，真是朽木不可雕。以后你是死是活都与我无关了。你还有脸来我们公司面试？张总，我专业能力很强的，之前在云城科技也是骨干，全行业都知道你拿未上市的半成品给人试药，医德败坏，沈院士亲自下令封杀的人，谁敢要你？沈昭，都是你害的！要不是林梦那个蠢货办砸了事，我怎么会落得这个下场？陆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还是你对我最好。陆景，你在干什么？哎呦，你个疯婆子干什么？你怎么能背着我和别的女人在一起？你对得起我吗？还不是你自己上赶着贴上来的。要不是你让你妈试药，我怎么会被全行业封杀？我大好的前途全被你毁了！你说什么？是你说药没问题，是你让我把实验品给我妈吃，说只要数据出来就能拿奖金。我是为了你才这么做的，为了你我都跟我妈闹掰了，你现在凭什么把错都推到我身上？滚啊！别什么都拿我当借口，还不是你自己贪心。你想霸占你妈的财产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下好了，她跟你断绝了关系，你现在一无所有，连个屁都捞不到，你还有什么利用价值？我们走。我什么都没了，陆锦跑了，名声也臭了，我真的一无所有。爸，你终于来了。爸，你一定不会不管我的，对不对？我给你找了个有钱人，是个做建材的暴发户。等过段时间你把身体养好，就赶紧嫁过去。嫁人？我最近生意亏了一大笔钱，急需资金周转，他出的彩礼足够填补我的亏空。我家里可不养闲人。爸，你要让我嫁给一个暴发户？我是你亲生女儿啊！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就是看在你是我亲女儿的份上，才专门给你谋了个好前程。虽说那暴发户年纪大了点，但他家有钱，你嫁过去也不吃亏，正好能帮我还债。这段时间你乖乖在医院养好身体，别给我耍花样。原来所有人都在利用我，陆景是，亲生父亲也是，对他来说，我只是个抵债的工具。梦梦乖，喝了汤身体就好了，妈一直陪着你。只有妈，从头到尾，只有我养母是真心对我。我怎么那么蠢？我怎么那么瞎？哎，23床病人，你干什么去？你刚做完手术，不能乱跑。妈，开门啊！我错了，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现在被陆金甩了，我爸还要把我卖给一个暴发户抵债，我走投无路了，我只有你了，求你帮帮我，我以后一定改过自新，我好好孝顺你，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。妈，你救救我！现在知道走投无路了，当初拿我当实验品，联合外人抢我黑卡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妈，我不该拿实验品给你吃，不该联合我爸污蔑你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这一次吧。我可是你养了20年的女儿啊，你以前那么疼我的。养了20年的女儿。妈，你终于肯见我了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。我
知道错了，以前都是我不对。妈，你没了我这个女儿，以后谁给你养老送终？我们和好如初好不好？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孝顺你的。到了现在，他依然觉得我是离不开他的，依然觉得我只能依靠他来养老。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，而且就算没你，我也还有其他孩子。妈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林梦，我才是妈的亲生女儿，我们已经相认了。妈以后自有我这个亲女儿好好照顾，给她养老送终，就不劳你这个养女费心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妈，我才是你养了20年的女儿啊！你不能这样对我！从你把我当试药的人，从你看我心脏病大时却无动于衷的那天起，我就没你这个女儿了。不是的，妈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以为那是你装的，我不知道你真的病了。装的？林梦，你骗得了别人，骗得了你自己吗？难道你就没有错吗？你明明那么有钱，有那么高的地位，却藏着身份不告诉我，你还不是介意我是养女，防着我？妈，你开门！这位女士，请你马上离开，否则我们报警了。沈教授，我们可是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把您盼回来了。有您坐镇咱们医学院，那是全院师生的福气呀！真的是沈院士，我居然见到活的了，能听沈院士讲一课，我这辈子值了。谢谢大家，我会尽职尽责，教好每一个学生，不负医学这2个字。在这个病变区域，传统的治疗方案往往会忽略血管壁的微小破裂，这就需要我们妈，这里。我自己回去就行，你公司那么忙，不用天天跑来陪我。妈，我们错过了那么多年，往后的日子我就是要黏着你。况且云深科技现在有高层管理团队盯着，根本不需要我这个老板亲力亲为。谢谢你，燕州。如果当初我没有背叛他，如果我没有那么贪心，现在坐在第一座享受荣耀的应该是我啊。沈教授，您的演讲太精彩了，能帮我签个名吗？当然可以，祝你学业有成。大家不要拥挤，排好队，沈教授会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。妈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这几个月我每天都在后悔，我不该听陆景和林志勇的挑唆去害您，我是被猪油蒙了心啊！以前是我太理所当然，不懂得珍惜您对我的好，我现在真的改了，求您再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带我回家吧，我不想过现在那种挨打的生活了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。妈，你别走，我可以赎罪，我可以补偿你。妈，他不会再原谅我了，永远不会了。妈，你还有我，我会永远陪着您的。好饿啊，妈，快走快走，我想吃你做的糖醋排骨。你呀，